凤凰小学堂上课啦！大家好，我是魏助教。本集呢，我们要聊一下壁纸以及空间之间的关系。到底呢，在每个空间里面要如何挑选壁纸，以及怎么样的风格最适合这个家里面的每个空间呢？跟我们一起看下去哦。节目开始前，邀请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来宾，壁纸研究所所长谢林家士谢老板。壁纸新鲜事，谢老板来解释。大家好，我是壁纸研究所所长谢林家士的谢老板。首先，想帮观众朋友来问一下谢老板，我们在挑选壁纸的时候有没有怎么样子的步骤呢？常常有客户或朋友到了谢林的门市，一看到哇这么多的壁纸，这么多种类，我要如何去做挑选？那问谢老板，我该怎么办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会先建议，因为现在的房子通常有室内设计师作为一个咨询的顾问或一个整合，那一定会有所谓的平面图、3D 图跟效果图，那可以先把这些图案带着，然后我们来一并作为一个参考。譬如说，我们居家的一个氛围或一个效果，我们可能是比较奢华比较现代，或者是比较侘寂风，这种不同的种类，我们可以针对你的需求，我去帮你做一个筛选，或帮你做一个建议。在一个顾问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你可以选择你比较想要表现出来的影像，作为你整个室内的一个氛围。我想这是我们在搭选壁纸它应该有的一个先前的一个步骤，这是给各位朋友作为一个参考。刚刚谢老板有聊到了空间，那我就想要问一下，在不同的空间应该要怎么样来挑选壁纸呢？我想不同的空间本来就有不同的搭配方式，比如说我们打开门，我们进到玄关，这个玄关也许是比较宽阔，我们可能可以来一个完整的一个图腾，让进去有一个非常 shock、非常惊喜的一种感觉。如果这个玄关也许比较小一点，那我们可能建议比较素雅，可是里面它有一个肌理，有一个纹路，那上面也许可以挂一幅画，让整体经过的感觉，那种廊道，我是觉得说非常舒服。至于在客厅，要看你贴的一个区域，比如说我们是沙发背墙，那沙发背墙搭配你的皮沙发或布沙发，你可能有不同的一个选择。那如果是你的电视墙的话，那么可能建议比较素雅。再走到我们所谓的餐厅，在餐厅的区域，我们希望在这个餐厅里面，也许它是比较休闲一点，也许它进餐的一个氛围呢，我们觉得是希望能吃的感觉很舒服，也许来一点水果图腾，也许来一点刀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。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去做一个搭配。至于我们进到了主卧室，我们当然希望是放松，也许是疗愈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希望的一个色彩，那我们希望不同的一个图腾，让进到卧房里面，你会有很放松、很想睡觉、很想休息的一种感觉。至于在我们所谓的儿童房，我们可以针对一个不同年龄层，我们建议比较可爱型的，或者是直条的，给所谓的青少年，或者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个色彩。我想针对不同的区域，那不同的范围，我们可以给予不同颜色、不同图腾，甚至于不同造型，很不一样感觉的一个壁纸，让整个居家的感觉更画龙点睛。那想继续请一下谢老板，那有关于浴室跟厨房，是不是也有合适他们的壁纸呢？我想在浴室跟厨房，最主要我们要选择壁纸，就要注意它的功能性。譬如说我们在厨房，有时候可能要耐潮，那有时候可能要耐刮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要选择怎么样适合所谓餐厅的一个壁纸。这一点现在有针对这方面所谓功能性的一个壁纸。那至于在浴室呢，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水汽的问题。以干湿分离的区域来讲，干区，那我想当然比较没有问题。在潮湿的区域而言的话，现在有专门针对这种比较潮湿的区域，也许我不想贴瓷砖，也许我不想用油漆的方式，事实上有适合这种所谓比较湿区的壁纸。可是，在贴这方面的壁纸，建议我们还是请教比较专业的壁纸公司，那什么样的区域要用什么样的壁纸可以适合比如说耐潮、防刮、比较有功能性的一些壁纸。我想这都是对于壁纸而言是新的一个领域，那也给各位一个新的一个参考。那观众朋友一定会非常想了解，是否能够全室都贴壁纸呢？我想整个空间来贴壁纸是一个非常恰当，而且可以让整个空间的塑造更为完美。
譬如说，我们在一个主题的一个墙面，我们贴上现在流行所谓的大图壁纸，或者是图画壁纸，让整个墙面呈现出我们要的一个效果。至于在旁边侧墙或副墙的地方，那我们可以搭配所谓比较素雅的壁纸，带有肌理、带有纹路，这些壁纸呢，能让整个空间、让整个大图的感觉去做一个延伸。整个室内呢，就不会像以前一样空空荡荡、家徒四壁，只有一片白色的墙。事实上，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肌理纹路，透过色彩，让整个空间的感觉是非常丰富的。你会觉得说，回到家是一种放松、非常疗愈的效果跟感觉。跟着刚刚的问题，就想要来问一下谢老板，如何运用壁纸让你的空间更加分呢？多巴胺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讲法，什么样的是一个幸福的色彩能运用在空间里面？我想壁纸是一个最简单，而且是最容易达到的一个方式。加上我们刚刚有一直提到的不同的一个图腾，然后有不同的一个影像，可以让室内整体的效果跟感觉达到一个加分的一个效果。同样的，不同的一个风格，我们可以去选择适当的一个壁纸。譬如在主墙面的地方，我们用大图的壁纸去加强。那当然，在一些地方，我们也许可以用素色的一个方式，让空间留白，达到更好放大，然后有延长的一个效果。刚刚我们都聊到有关于居家空间、商业空间也是有非常多壁纸的运用，特别是民宿，就想要问一下谢老板，民宿的部分在壁纸上的运用是否有一些很特定的一些做法呢？像紧张的都会人为什么要去住民宿？第一个，我们要亲近山；第二个，要靠近水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一个有主题性的民宿，我想是大家非常期待，而且非常想去看的。当你一打开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哇！原来这个民宿的墙面一样，跟外面是有山有水、有延伸的一种感觉。譬如说，在里面有海洋，那甚至于小朋友在里面，原来有非常多的一个卡通图腾，或者是有一些几何非常可爱的一些影像。这些对民宿经营而言，对它的墙面、对它整体的一个氛围，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很容易可以达到的一个加分效果。选择一个适当的一个大图壁纸，或选择一个不错、一个有色彩、有肌理纹路的壁纸，其实都是对于现在经营民宿、对于所谓商业空间，我觉得可以达到简单，而且不用花费很多精神。可是你可以让整体的氛围是非常疗愈、非常适合度假、非常适合亲近山、靠近水。我想这是贴壁纸，我觉得可以对整个空间氛围很有帮助的地方。而且不管民宿或者是商业空间，我们都希望每次客人来都有不同的一个感觉，不同的一个氛围。壁纸更换，第一个速度很快，第二个不会在现场造成很大的一个粉尘。那我觉得可以借由不同的图腾，加上它的潮流性，加上它现在的话题性，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让整个空间的氛围或效果，第一个是快速，第二个是反映现在希望的一个主题。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作为墙面的一个装饰可以考虑。壁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元素，也是一个非常可以值得我们去使用的一个建材。今天非常谢谢谢老板来到我们的壁纸小学堂。有任何跟壁纸相关的装修问题都可以问我哦。下一集我们将聊非常期待的何谓大图壁纸，记得锁定哦。好的，本期的内容就是这样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